查出癌症就是死。医生提醒，3种癌症不必过分治疗，随访观察即可。中国工程院院士樊岱明强调，面对癌症，我们不应采取单一的手术切除方式，而应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来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特别是对于以下3种癌症，在一定条件下，观察病情的发展可能是比立即手术更为合适的选择，因为这些癌症在发展过程中相对缓慢。治疗时需全面考虑患者的整体利益。1、前列腺癌。前列腺癌是男性健康的一大威胁，常见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癌症通常生长缓慢，有些甚至可以被视为良性肿瘤。在医学上，我们称之为低度恶性的前列腺癌。这些肿瘤生长缓慢，对患者生命威胁相对较低。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医生可能会建议采取观察策略，而非立即进行手术治疗。一项重要的观察指标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水平。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是一种由前列腺组织分泌的蛋白质，它在前列腺癌的诊断和监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医生会通过监测患者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水平来评估癌症的进展速度。如果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水平升高较缓慢，且生物学行为较温和，那么观察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前列腺癌通常根据其在组织学上的特征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如 Gleason 分级系统。较低的 Gleason 分级通常表明肿瘤较为温和，生长缓慢，治疗时的风险相对较低。因此，在 Gleason 分级较低的情况下，观察可能成为一种合适的选择。前列腺癌手术治疗通常涉及到切除前列腺，这是因为前列腺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前列腺癌通常起源于这个组织。手术的目标是尽可能的移除癌细胞，以治疗癌症并防止其扩散。然而，这一手术过程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副作用，包括尿失禁和勃起功能障碍。这是因为前列腺围绕着尿道，它的位置决定了尿液从膀胱排出的通道。在前列腺癌手术中，为了确保尽可能彻底的切除患者的前列腺组织，医生可能需要切断或移开尿道。这种手术可能会影响尿液控制的神经和肌肉结构，导致尿失禁。患者在手术后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康复，以适应新的解剖结构和重新获得尿液控制。前列腺在性功能中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手术中涉及的切除可能会影响到周围的神经和血管结构，从而影响勃起功能。这可能导致术后勃起功能障碍，即便在手术后患者的性功能逐渐恢复，也可能不如手术前。这种问题对于患者的心理和生活质量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患者的整体利益考虑下，观察期的选择可以减少手术带来的生活负担。观察期还能让患者有更多的时间来深思熟虑，权衡各种治疗选项。有些病人可能会对手术治疗持保留态度，他们可能会担心手术的风险以及术后的恢复问题。通过这个观察期，病人和医生可以一起密切关注疾病的发展动态，共同决定何时采取何种治疗手段，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然而，观察期并非对所有前列腺癌患者都适用。对于一些高危患者，如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水平急剧升高、高 Gleason 分级等情况，可能需要及时采取积极的治疗手段，以防止疾病的进一步恶化。2、甲状腺癌。甲状腺癌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尤为突出。甲状腺癌的生长通常较为缓慢，部分患者的病程发展较为温和。这一特点意味着，并非所有的甲状腺癌都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治疗。在观察期间，一个重要的监测指标是甲状腺球蛋白。甲状腺球蛋白是甲状腺细胞分泌的一种蛋白质，也被视为甲状腺癌的重要标志物。医生通过监测患者的血清甲状腺球蛋白水平，可以了解癌症的发展情况。如果 TG 水平上升速度较慢，并且患者的生物学行为较为温和，那么观察期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甲状腺癌主要分为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等类型。乳头状癌和滤泡状癌通常生长较为缓慢，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则具有较高的侵袭性。对于50岁以上的患者来说，观察期的选择有助于减轻手术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和并发症。
甲状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分泌组织，它制造并分泌甲状腺激素。这种激素对身体的能量平衡和新陈代谢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进行甲状腺手术通常是全切或部分切除，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即甲状腺激素水平下降。对于中老年人群，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能会引发体重上升、疲劳、精神萎靡等问题，从而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产生显著影响。甲状腺手术涉及到与声带和喉咙相邻的结构，还可能引起嗓音变化。对于中老年患者来说，这可能对日常交流、社交活动以及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专业需要使用声音进行工作的人，嗓音变化可能对其职业生涯产生一定的影响。中老年患者通常更注重生活质量，而手术可能引起的不适和生理调试需要一定的时间。术后康复期可能包括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及可能的心理适应过程。选择观察期，给予患者更多时间来适应和准备，有助于降低手术可能带来的生活负担，提高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观察期也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心理和生理上的调试。手术治疗可能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心理负担。通过观察期，患者可以更充分地理解自己的病情，准备好应对可能的手术挑战。3.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由 B 淋巴细胞引起的慢性病变，其特点是白血病细胞的过度增殖和在骨髓、脾脏、淋巴结等器官的蓄积。与急性白血病不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发展通常较为缓慢，疾病进展可能在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内。观察期的选择需要依据一系列的临床和实验室指标。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白血病细胞在外周血的计数，即白血病细胞的绝对计数。对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而言，这一计数常常较为缓慢的上升，反映了病情的相对稳定。此外，流式细胞数等检查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白血病细胞的类型和数量。另一个重要的监测指标是贝塔2微球蛋白。贝塔2微球蛋白是一种存在于细胞膜上的蛋白质，其血清水平可反映白血病细胞的负担。研究发现，贝塔2微球蛋白水平升高可能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疾病的进展相关。因此，医生通过监测贝塔2微球蛋白水平，可以更全面地评估患者的病情。染色体异常、基因突变等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也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决策提供了更为精准的依据。对于一些患者而言，存在较好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其病情可能更为缓慢进展，因此在这些情况下，观察期可能成为一种更合理的选择。针对50岁以上患者的治疗决策，我们需要认识到他们的独特性。这个年龄段的患者通常更加关注治疗的副作用和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因此在评估治疗方案时，医生需要全面考虑患者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等因素，以制定最适合的治疗计划。对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药物治疗和干细胞移植等方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不适，包括免疫抑制、感染、贫血等。因此，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反应和效果，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患者的安全和健康。观察期的选择不仅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生理负担，更给予患者更多时间来适应病情，理解治疗的必要性。在观察期内，医生会定期监测患者的临床症状、血液指标等，以及时调整治疗计划。这一过程既可以提高治疗的个体化水平，也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治疗。总结，值得注意的是，观察期并非对所有患者都适用，特别是对于高危患者或病情活跃的患者，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手段，以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治疗决策需要在患者的年龄、病情特点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下制定，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